好，我们现在看看中国大陆啊，现在已经全部的这个生气美国的那种气氛感、民族的情绪哦，全部都已经激昂起来了。所以他们最近就拿出了一句话来讲，就是哪吒的这个电影里面哦这一番话，因为他们现在对于美国可能就是这句话的心情。我们来看一下。住手！你不想活了？我活不活无所谓，我只有你死。对，现在就是这个哪吒的心情，我跟你鱼死网破，我跟你不死不休哦，所以现在已经反映出来，中国大陆就跟你斗到底。然后呢，这个哪吒的6只手来打爆美国，包含了卖美债、加关税、降人民币、限制稀土、反制裁，还有拉战队哦，就开始用这种各种方法，我跟你就是我不活也没关系，我跟你斗到死啊。那再来，我们看到很多包含了微博、百度啊、抖音啊，现在全面的通通都是霸榜的，都在前面的，都是中美的关税哦。那中国大陆的一些网民也在下面哦，就是这个爱国的情绪整个被挑起来哦，数十万的留言哦，包含了一些民族情绪，全部都燃起来了。他们讲说，你要打多久我们就打多久，一直打到胜利为止哦。这场仗我们不打，就是我们的子孙打，还是我们来打吧？惹谁不对，惹我们中国人哦。所以他们现在是非常愤慨的一个情绪。那就连这个外媒到这个北京、上海街访哦，那民众都在讲说，这是川建国，如果变成热战，我们也不害怕。那甚至在抖音上面还有出现这样子，叫做对等关税参战纪念碑哦，参战纪念中美对等关税，然后就这样子硬碰硬啊，大家就开始去买，就是说我们就再怎么样，我们都要挺这个国家一起来对抗美国。那其实现在中国大陆已经开始有逐渐出现了脱钩的现象，中美的大脱钩时代已经来了，包含了我们在讲说卖美债这件事情之外呢，其实就连这个液化天然气也已经60天没有进口了，这是彭博出来的一个消息，说这已经是5年来最久的一次。那因为现在目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已经开始让这个中国大陆停止购买美国的液态天然气了。那再来还有大陆的陆股国家队。昨天也是出手了。我们看到了很多这个新华社形容啊，这算是中国版的平准基金哦。他们大概手上的银弹有4.5兆，这是相当于台币4.5兆的这样的一个数字哦。那他们现在就是全面的挺这个陆股，不能被美股给影响。那这个是官方来说的话是有这样的银弹，但民间来说情绪更高昂哦。你看看呢，现在这个摩根士丹利都看好说，现在各方都在涌入到这个中国大陆的资本市场哦，因为看到这样的组合拳哦，信心已经摆在那边了，所以很多人就是加码，上市公司也在加码回购，那民间股民也纷纷发声。说什么怕毛了，我今天加码就当为国捐款死老子也要站着还有股民讲说，我一股不卖就跟美国干到底啊！还有人讲说，我明天全仓杀入股市就当做为国家贡献了。所以看起来整个爱国情绪是被挑动起来了，就是因为川建国的关系所以就是这个美国财长还讲说，我们不排除要把这个中国股票在美国下市所以是不是美国不想投降的太难看，还要用这种放话的方式？那我们来看一下大陆的股市我刚刚查了一下，今天陆股仍然是非常的强势那3大指数通通都是收红，那创指甚至还劲扬了3%消费性电子股全部领涨，就是他们内需通通都要冲起来所以看起来这个完全不受美国这样子的威胁而示弱。那另外还有全球是不是要联手中国大陆来抗美我们看到中国大陆跟欧盟、东协，甚至包含加拿大都开始要跟中国大陆联系上来，要站队中国大陆这边那最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他就讲到了一番重要谈话，命运共同体他说要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发展安全2件大事，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旗帜以安为与共，求同存异来跟周边的国家共创美好未来。
那商务部跟欧盟、东协、马来西亚也在讨论这些加征对等关税的事情。那其实包含了像日韩呢，也都有跟这个中国大陆正在这个有一些联系接触哦，也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想要破除美国关税影响的一些措施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目前在亚洲呢，习近平也会在下周出访东南亚3国，大概是在4月14到17对马来西亚进行3天的国事访问哦。那马来西亚现在也是站队，就是说表态支持大陆的立场。欧盟跟加拿大呢，其实欧盟看到了中国大陆这样硬起来哦，也宣布对美加征25%的关税。那还有一些欧洲的学者讲说，我们应该要再加码对美国的科技巨头开刀，因为美国科技巨头才是赚最多我们的这种服务费啊，就是他们收了一堆这种这种科技上面的服务费用，你订阅啊什么那些，通通都是要交给美国，他们怎么不算呢？所以要对他们来开刀哦。那还有西班牙的这个首相桑切斯哦，因为他接下来要访问中国大陆，他也是呼吁欧盟要改变对于中方的这个立场跟姿态。那加拿大也是回击啊，说4月9号要对美国的汽车可对等征收关税25%啊。那这些通常都是这些目前75个豁免的国家，就是说可以延后90天的国家，但是大家并没有要往后延的意思，也要照样跟着中国大陆一起跟美国对干嘛。我们先来请教一下邱毅老师。要全球抗美，在这一波里面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一开始有人提到说，有没有可能全球减一，就是全球在中国大陆的领导之下，大家一起来反抗川普的这一个胡作乱为的暴行。好，但是依照目前来看，全世界的国家现在都在观望，基本上都在想要向美国来妥协、屈服、投降。好，所以要全球抗美，第一个模式，第一个状况比较难达到。第二个折中的模式，就是能不能跟欧洲来合作呢？欧洲在欧盟的执委会在9号的时候，已经在27个国家已经表决通过了要反制这个川普的对等关税的一个反制报复的做法，就是对所有美国的产品要课征25%的反制关税。好，但是我们知道，欧盟的国家基本上它是杂音很多的，七嘴八舌的。例如说，像意大利的梅洛尼，他基本上走的就是川普派，所以要让欧盟诚心诚意的跟中国大陆进行中欧的合作，也不是那么容易。所幸现在欧盟的国家亲美，它是亲民主党的美，它不是亲川普的美，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它跟川普之间，它跟民主党之间，民主党跟欧盟之间也在进行里应外合，这也是一个中国大陆可以掌握的一个契机。好，我认为在最糟糕的情况之下，就是中国大陆不得不孤军奋战。但即使孤军奋战，以目前的情况来说，中国大陆也不见得会落于下风。现在两边在打的叫做 chicken game， 也就是所谓的胆小鬼游戏。我们讲俗话叫做狭路相逢勇者胜，谁的筹码多，谁的武器多，谁有决心，谁有底气，谁有勇气，谁能够坚持的比较久，谁就是最后的赢家。那以目前的情况，美国的情况非常的不好啊。美国基本上股市进入了熊市，虽然有短暂的一个反弹，由黑转红，但是基本上它还是往熊市的方向在走。而美联储的鲍威尔跟川普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所以如果美联储不愿意降息的话，要拉动这个所谓的美国的衰退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容易。那么再者，现在整个美国的市场已经出现了抢购囤货的风潮，在这种情况之下，通膨的危机一定会越来越严重。通膨危机越严重，那美联储要降息的空间就越少，那对川普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中国大陆有很好的机会，即使是孤军奋战，没有别的国家来帮忙，依然可以跟川普之间可以打一场有惊无险的苦战。那如果中国大陆打得好，给川普制造了很大的压力，
那么这些国家就会靠上来，例如像日本，例如像韩国，例如像东盟的国家，或者欧洲的国家，之后加拉美的国家都会靠过来。今天巴西的鲁拉已经说话了，那么也已经对川普提出了强烈的谴责，这都是很好的信息。好，请教介老师。其实对中国大陆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说，真的是老早已经在准备当中了啊。那所以其实大陆在前几年就一直在讲说，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那么准备的方式就是抛掉幻想准备斗争。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在找一个时机。那对美国的话，就是说可以谈的时候谈，不能谈的时候那就怎么样？那就是准备斗争了。那现在就是一个斗争，虽然没有讲得很清楚那你看的表面上好像是美国对中国大陆发动攻击，可是这一次中国大陆同样也对美国发动攻击。那我认为大陆挑了一个非常好的时机，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美国这样子一个领导人把自己国内跟国外一起来怎么样一起来怎么往死里整不给人家留活路。不给人家留活路，别人就不会给他留活路。所以我认为美国现在这个国家是可能二次大战以来它可能最脆弱的一刻。所以你今天你要对付你的敌人你不要选择他实际上是状况很好的。对付美国这样的敌人，就是要在他最脆弱的时候。西方人常有个谚语所以西方人是比我们狠的。他说你要攻击你的敌人你应该一刀就插到他的眼睛里面去。让他根本就没有存活的机会。所以中国大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是扎到一个对美国说是反击，事实上也是对美国一个攻击的机会。因为川普能够走多远都不知道，美国这个国家还不能维持它现在稳定都不知道。他在国内的话，美国人曾经有人问我说，哎呀，这民主党跟怎么这么软弱？我说你放心，民主党跟共和党都是美国人，他们是属于一类的人。你不要以为民主党可以被美国人、被共和党一个总统这样子的欺凌，他们已在累积能量了。那你说欧洲人跟美国人，还有其他地方人，能够忍受美国这样所有的这个自己所创建的游戏规则，自己把它抛弃，完全用丛林的法则的方式无理取闹，然后怎么讲霸凌所有的国家。所以在这个时刻是美国最脆弱的。所以我刚刚讲就是说，其实中国大陆也从长远角度上也在跟美国做一个什么关系的一个怎么讲一个整理了，做了一个怎么因为清账的动作。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看得更远的话，大陆也是为了先用这种贸易战争的方式来挫败美国的锐气，让美国将来在想要试图发动台海甚至南海的这种冲突的时候他有所节制。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将军。这个中国大陆还有美国的这个关税战呢，变成引爆中国大陆的这个民族主义的情绪了，变成这个经济战呢，变成民族主义，挑动着民族主义那中国大陆就会尽洪荒之力去应变这一方面了。因为中国大陆在刚才讲的储蓄率高，这个藏富于民。但是我们可以看美国这个经济结构是很有问题的。美国的贫富差距非常的大，它的1%所拥有的股票占全部美国股票市场的50%，原来它就1%占1%。美国前面的就是10%，它占美国全部股票拥有美国全部股票的87%，统统掌握在这个上面。美国算是个寡头富豪，所以美国这个结构没有办法藏富于民，只是藏富在富豪。那其他的蓝领阶级跟白领阶级怎么样去适应这个我们讲的关税大战之后的变革？它变成它的物价那么高，白领阶级、蓝领阶级它怎么样去适应？没有办法适应，因为它已经晚囊羞涩，囊空如洗，没有办法去做应变。所以美国这个问题，它怎么样去跟中国大陆？因为中国大陆呢，看中国大陆它这些的民族主义只要一挑动，就跟我们讲到的抗美援朝，它整个上去了，它根本就是不要命了。就跟刚才哪吒所提到的，他根本都不要命，他就是不要让对方活下去，是这个样。所以他认为这个不只是
这个经济的问题、贸易战的问题、关税战的问题，它已经外溢出去了，外溢出去变成这个民主情绪、国家情绪的挑动。我认为这样子的来看的话，对世界的这个经济的发展来看呢，是负面的，是不健康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马上回来。好，现在美国也是这个内部乱成一团呐、就是川普真的也是挺厉害，得罪了这个中国人也不喜欢他，得罪了欧洲人也不喜欢他，就连美国人自己本身也不喜欢他，得罪了全世界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美国民众有多忙，忙着要先从鸡蛋抢起啊。那我们看到这些画面哦，就是美国民众在疯抢鸡蛋呐、现在在这种社群平台里面哦，抖音也好 ，TikTok 也好，大家都在流传这些抢鸡蛋哦，一蛋难求的这种状况啊。但是呢，川普还在感觉很良好，他没有在管，就是大家一起忍耐一下吧，就是他是这样子来看待哦，因为他现在享受那种全世界都要跟他拍马屁的一个那种成就感、那种好感，自我感觉很良好的那种 feel 啊。我们来看看。I'm telling you, these countries are calling us up, kissing my ass. They are dying to make a deal. Please, sir, make a deal. I'll do anything. I'll do anything, sir. You said that these tariffs would go into effect on Monday. You said no pause, and today there is a pause. So, how can people believe your words today? It's not a question of that. You have to have flexibility. I could say, here's a wall, and I'm going to go through that wall. I'm going to go through it no matter what. And keep going, and you can't go through the wall. Sometimes you have to be able to go under the wall, around the wall, or over the wall. These guys know that better than anybody, right? 对，他自己讲话也是反反复复的，总会有一个自己可以解套的说法。他就说这叫做弹性啊，撞墙那行不通就绕着走嘛。那还有呢，就是为什么他现在要突然喊卡？他讲说，因为大家开始有一点吵了，有一点害怕了，看到美国民众的反应哦，你们有点吵啦，所以我现在要这个暂停90天哦。那所以你看，这个 CNN 就讲说这次呢关税大战哦，硬杠中国大陆。CNN 讲说，川普恐怕是打不赢的，就连 CNN 都这样子下了这个定论了。所以是不是的确川普就要有弹性一点，自己该摸摸鼻子，该下台阶先赶紧下了呀？那再来，我们看到了《纽约时报》讲说，这个川普是一场鲁莽的实验哦，先一把火烧了，然后再来考虑后果，就是鲁莽行事最显著的特征。那还有一些这个专家啊，咨询公司欧亚集团的创始人伊恩布雷默，他就讲了，他说川普呢推出的政策速度和混乱已经导致了极为严重的全球经济震荡啊。现今当今世人从未见过如此这样子的规模自我引发出来的震荡啊。那还有华尔街的大佬就讲说，不要逢低去买美股因为川普可能是在拿全球经济玩胆小鬼游戏啊，这种状况很危险哦。甚至还有这个老债王啊，他讲说，我问你你真的敢继续持有这种波动性巨大的美股吗？这种走势是取决于美国总统是否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上醒来是不是又推翻昨天的政策千万不要在这个时间点进场啊。那因为川普讲说，现在是好买点嘛，叫大家赶快回来。大家说川普投顾回来了，当总统只是顺便而已所以一些专家都叫大家说不要跟着川普走啊。那再来，我们看到马斯克跟纳瓦罗之战他们现在还在杠，因为马斯克已经连续3天大呛纳瓦罗啊，就是用一些什么这种好像批评他智商有问题的话，说比一代砖头还蠢那现在目前因为这个川普投顾回来了嘛，所以这个特斯拉的股价又飙升了22%那这样看起来，这个也算是马斯克松了一口气。那就连这个央视也在这个有相关的报道，就是说，美国媒体起底川普的关税政策的荒唐起源于谁呢？就是纳瓦罗，说他早期其实旅居于亚洲，所以他深信中国正在进行掠夺性的经济还出了好多本书不止这2本2006年他出版了这个《中国战争即将到来》，就在讲说中国的发展对人类是个威胁啊。那2011年又出了这个《致命中国》，还被拍成了纪录片然后当时也造成了轰动。那川普还选为这是
他最爱的书之一，也是被川普延揽进白宫的主要原因。2018年中美的贸易战全面开打，当时纳瓦罗也是在这其中啊。那还在白宫的简报上面讲说，中国必须为自己不公平的贸易付出代价。所以现在是不是马斯克也是，因为他主要是比较是倾向中国大陆嘛，这个亲中的这样的立场跟纳瓦罗完全南辕北辙，所以两个人是越吵越凶哦。那首先我们请教一下邱毅老师。在网络上有流传一个这样的笑话，说有一位川粉，这位川粉邀了一位川普内阁的官员到他家里来做客，而他们为了表示对川普政策的支持，所以他事前打电话给他老婆，所以要把家里面 Made in China 的所有东西都要藏起来。这样子的话才让川普觉得说大家都在拥护你川普的这个反中抗中的政策。结果呢，他到了家里头吓了一跳，门没有了，窗户也没有了，里面所有的家具，什么桌子椅子全没了。这时候正在压抑的时候，他的老婆出来了，他的老婆是赤裸裸的出来，连衣服裤子都没有了。所以就证明了现在大陆在8年磨一剑，他基本上已经对美国的依赖已经非常的低了，而美国对大陆的生产出来的日用品的依赖非常的高。现在大家都在抢购这个 Made in China 的这些日用品洗发精肥皂这些都变成在抢，大家在超市里面抢购的一个范围。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可能不发生通膨呢？这是川普现在所面临很大很大的一个压力跟威胁。好，那谈到了纳瓦罗跟马斯克，纳瓦罗基本上在第一波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他扮演的就重要的角色。但是因为他后来在2020年的时候，当发生国会山庄暴力事件，他拒绝出卖川普，到美国国会去听证会去作证，所以他坐了4个月的牢。所以川普觉得这个人非常的忠心，可以加以重用，所以这一次川普再回到白宫，进入川普2.0，又把他拉到白宫里面担任经济与贸易的高级顾问，而他就把他对于关税的理念，那么给了川普做了推荐，产生了这一次的第2波的中美的贸易战。而这一波中美贸易战最要命的是什么？因为Robert Mondale 说过，就是芝加哥大学的名教授，他说过一个政策只能够解决一个问题，所以要做政策搭配。哪有像川普一样，一个关税的政策既要解决贸易逆差，要解决财政赤字又要解决这个美国的这个产业制造业要振兴的问题，哪有一个政策可以同时完成多重目标的呢？所以到最后笃定结果叫顾此失彼，到最后的结果就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什么都做不成。好，来请教季老师。其实这个经济学的问题跟政治学不一样，经济学是科学，所以经济学用很多的数学在里面，它的指标也有相当的非常高的客观性所以川普这一次他这个改弦更张我这些都收了这个贸易战等于是收兵了嘛，对不对？对中国大陆是无法收你收的话，中国大陆也不会收照样您的80几%还是在那就变成就是说，他今天他为什么做这些事情？就是两个指标出问题一个股市出问题，一个债市出问题这个对一个国家经济来讲是相当致命的所以他可以控制他的关税，他控制不了股市，他控制不了债市，所以这个两个就让他怎么样？让他立刻鸣兵收兵。所以川普他的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挫败，那可是呢，对中国他还不放他还会有更大的挫败出来。为什么？因为美国来讲的话，他一般老百姓不是都像川普那样每天可以这样衣着光鲜那个领带每天换美国的老百姓食衣住行都是在这几个地方一个是沃尔玛，一个是 Target，这些它里面的产品几乎70%都是中国去的，对不对？那基本上现在美国已经有些这些沃尔玛 Target 它的那个货架上面的货那已经有一点稀缺了，对，因为大家在囤，第一个大家在抢购，第二个呢手上有货的他现在囤积，那所以就变成就是说他下面遇到的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就是他单挑中国的问题了。
那就是说老百姓在货架上过去看着好堆得满满的货，结果突然给你空了。那空了，过一阵子可能会出来，他发觉价格是可能贵了1/2，甚至1倍的成长，那这个民怨就出来了。你怎么解决？你认为只有你的晶片是稀缺产品吗？我告诉你，中国大陆提供美国的很多民生用品也是稀缺产品，它的替代性不高。你川普过去8年，川普1.0的时候，你就针对中国的货品，你成功了吗？没有成功，因为中国大陆就是有那个做任何产品，它都可以做到什么？替代性的产品不高，要不然就是性价比根本没有办法跟中国的产品做比较。而且中国大陆是完整的产业链，它基本上怎么样？是世界最大的工业国家。所以就是说，你其他国家你没有中国的帮助，中国这样完整的一个产业链，你做不出来的。所以我认为，川普基本上他目前暂缓了自己的燃眉之急。可是呢，美国老百姓在他发觉他的民生必需品已经开始买不到，然后呢买不到以后出现以后又高这个价格往上猛涨的话，那是川普立刻很可能在1-2个礼拜内就会面临到的一个考验。而且星期六现在目前美国人也是串联要有更大规模的抗议走上街头。我们来问一下将军，川普的关税这缓90天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内外的压力双面交攻，内部物价飞腾，外面的话大家都因为关税上涨，大家都不出货了，那这样大家内部开始囤货抢货，这个期货居奇变成这个状况。那川普他可能忘了一件事情，就是欲速则不达。他想要来改革他的经济的体制，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啊，也没有什么这个很大的学问。结果适得其反，而进入了相反操纵区，就是他花的功夫更大，结果呢，他所能够获得到利反而变小了。这进入相反操纵区跟飞行一样啊，进入相反操纵区，你的速度越小，马力要越大才可以啊，变成这个状况。他应该从他的结构性问题来调整，人力成本太高，这很清楚的，美国就是人力成本高嘛。那这个是从产业结构来调整，它的产业结构，这个金融市场衍生性的商品太多，制造业萎缩，造成美国的产业结构失衡，这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在这边嘛。所以它这个赤字就越来越大，没有办法来改，所以应该从产业结构来做调整，而不是一直往衍生性的商品去发展，造成目前的这个制造业大萎缩。所以我们来看呢，缓90天呢，我相信这缓90天是川普始料未及才会有这种应变的计划。美国跟中国大陆不一样，中国大陆赚到的钱除了存起来之外就是买房买黄金，他不是把它花掉。美国不一样，美国是把这些钱都花光，只赚100块只存4块钱，其他的这个付完的这些消费性的之后，其他都在股票市场，所以股票市场风吹草动美国这些大众升斗小民有如惊弓之鸟，杯弓蛇影，变成习不耍侠软，然后夜不成寐，变成这个状况所以美国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是股市大跌之后，又造成物价飞腾，股市一跌，大家钱包薄了，那又物价飞腾，大家又买不起了，变成双剑交攻，双剑攻心，在这个状况下，川普还不得不改弦易辙嘞。这个时候你还能够不来缓一缓吗？一定要来一个缓兵之计，所以缓3个月90天，来这样子来救美国的这些相关的这些我们讲到了美国社会大众，不管是他的中产阶级也好，或者蓝领白领阶级。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大家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
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中美的关税大战已经是正式的开打了。昨天晚上非常的热闹啊，简直是看到杀疯了的局面哦。因为呢，美国现在对于中国大陆啊提升到104%，昨天晚上中国大陆就说我也加你50%哦，就到了这个84%。然后呢，到了半夜的时候啊，这个川普越想越怄，又觉得说，哎呦，你怎么又回击我？所以是不是又恼羞成怒啊？一口气给这个中国大陆的税率提升到125%。所以我们看这个微博热搜哦，其实第1名到第5名哦，都是中国大陆的强烈反击。这反映出来什么？这反映出来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关税大战哦，已经是吵到整个群情激愤哦，这个全体中国人都已经烧了起来了。那我们来看到了，这个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啊，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央视新闻首先发声哦，正告美方。逼迫世界各国打电话认输的野蛮人，永远不要指望等到中国的电话哦。所以这已经是明确的说，我们不会跟你通电话，你还在那边讲说什么？哎呀，我可以什么宽宏大量的接一接习近平电话，他已经告诉你。别想，我们不会打给你啊。那再来，这个大陆还一口气制裁了18家美国的军工企业哦。那他说，这个大陆商务部讲说，已经会列入到不可靠的实体清单。那不止如此哦。大陆还大卖美债哦，现在已经有传出来这个抛售美债的报复啊，传出中国大陆的高层下令抛售500亿美元的美债哦，那剩余持有的美债也将会逐步出清，然后消息立刻引爆美债的殖利率哦，在9号的时候全面的暴跌，那就有分析指称哦，这个是向房间里的人扔出一颗手榴弹啊，所以这个回击非常的强硬，也非常的痛，是不是让习近平真的有点这个吓到这样子的一个回击，所以人家讲说哦，可能川普哦真的是被吓到了。然后这个我们来看看这个，他说游戏不是这样子玩的，大陆故意放贬人民币哦来抵消关税冲击。他说哎呀，这个他们很厉害，讲说中国大陆不得不佩服他们，但是哦你们太爱面子哦，迟早会派人来跟我谈判的。但是这一波冲击已经让美债市场率先中箭下马，10年期的公债殖利率已经暴跌了大概30个基点哦，30年期的殖利率更是飙破了4.82，已经创下疫情以来最大单日涨幅。那川普早上才决定要暂缓关税哦 ，CNN 讲说就是因为这个美债啊剧烈的震荡吓坏了财政部哦，所以这个卢特尼克跟贝森特讨论之后，赶快做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哦，对中国大陆的关税飙到125%。这时候川普又再放一个讯息，他讲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他说习近平是我的朋友啊，他可以说变就变，我们都有点看傻了，就觉得说，哎，真的是怎么说来就来哦。他还这个文情并茂的啊，他说习近平是个聪明人，我们会达成一个很好的建议，他是我的朋友，我愿意跟他见面呢。那这个是他的讲法，然后另外一个在创双簧啊，就是好像是不是软硬两手啊？这个美国的商务部跟财政部长喊说不会与中国接触，那是川普、习近平的，就是说他们两个见面是他们两个见面，但是我们是不会我们是对中国大陆是很强硬的，所以这个牛弹琴啊，这个大陆的官媒就讲说，其实市场的反应已经很明显啦，美国政府吓坏了，债券市场波动已经不能再拖了，它必须改变，所以总是说最狠的话，却赶紧找了台阶下了。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其实也透过外交部在 X 上面不断的发文，我们前2天有放了这个雷根的一段话嘛，毛宁现在又放出最新的一段话，这一段话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话，是不是也代表他们对美方说的一番话？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人民不惹事儿，也不怕事，在任何困难和风险面前，腿肚子不会抖，腰杆子不会弯。中华民族是吓不倒、压不垮的。好，昨天这一番话也是在
这个各个大陆的社群平台上面，大家都疯狂喊赞，就说什么啊，为自己的国家加油哦！所以大陆人民现在目前真的是群情激愤。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番这个时间轴，就是中美之间你来我往的密切，你打我一拳，我打你好几拳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哦。4月3号，川普就是对等关税这个解放日出来，大陆立刻回击，在当天呢，外交部的发言人就出来讲说，我们会维护自身正当权益，而且马上端出5招。先有一个人出来喊，马上就是我加征你34%。然后4月4号，那川普又出来风凉话一下，说：“哎呀，大陆他们慌了，他们承担不起哦。”结果呢，真的慌的是美股暴跌了3天。然后4月8号，中国大陆立刻回击呛美，就是各个单位通通都出来讲说，我们奉陪到底，不惹事也不怕事，而且 A 股多家这个公司也开始出现增持的计划，就是全面挺住稳住经济。然后4月9号，中国大陆呢看到美国加征关税到104，立刻又是晚上就马上宣布加征到84%，加征50%哦。那下午的时候还给了你一个白皮书所以看起来一波波的这个反击力道，你打我一棒，我砍你10来刀那种方式在做回击。所以现在中美真的算是一种正式宣战的局面哦。那看到这个中国大陆那么硬气，就连日本跟中国大陆一直会有一些好像这个矛盾的这个，他们现在都有一些日本网友在讲说，我们真的应该要学习大陆一下真的是不得不佩服中国大陆，也忍不住要暗赞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我想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事实上老早就已经大概政策已定了，这是对美国来讲的，美国掀起的贸易战，中国大陆是寸土不让。因为王文涛中国大陆商业部长，大概在就是说美国开始这种关税战以后之前呢，大概差不多将近1个月前就讲了，中国大陆政策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那这个讲这句话的时候，我想就是说大陆已经规划差不多了，就礼尚往来了啦。对，就这样，以其人道还治其人之身。那最主要就是说，大陆有这个条件，有这个底气，那有这个实力啦，有这个实力。那其实要整个来算一笔账的话，其实川普1.0的时候，中国大陆这个外销对美国的这个依赖几乎是将近2成。可是去年底大概中国大陆整个的外销总额那美国占的比例只占到 15.7 了。那 15.7 的话就已经降了差不多快将近 5.5 个百分点了。所以就是中国大陆一直在分散市场，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大陆最近几年的这个最近差不多10年就是经济体制结构的改革那国家的经济的发展动力已经尽量减低贸易战的比例了。那要所谓的推动双引擎的发展，那也就是大量的怎么样发展这个内部的消费国内的消费，让国内的带动经济成长的比重增加这两个过去8年事实上让中国大陆对美国这个经济的这个相互依赖性降低了很多。那另外一方面就变成就是说，再加上中国大陆事实上过去8年在科技上对美国的依赖也在降低。所以呢，事实上的话，中国大陆就是说，整个对美国的整个反击的能力已经经过8年、10年的建构已经对自己有很大的信心了。所以虽然去这个整个来讲的话，我们可能看到5447亿这个数字是去年中国大陆外销美国的量美金的这个市场可能会产生重大的变化。那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这个估算我看他们这个在很多的这些出口商出口的产业，事实上他们已经开始在做市场分散。那主要就是欧盟、中东还有东南亚，那么还有国内的市场。所以我觉得就中国大陆事实上已经准备好了。那所以对美国的报复来讲的话，美国会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因为美国去年也卖了这个1435亿美元的产品到中国大陆市场，中国大陆市场目前给予美国80几%的这个关税以后事实上等于说对美国产品货品上面已经关门了，所以美国自己要去消化的问题。那还有就是说，在经济这个产生变化的时候，比较快速的变化的时候，你国内的体制
是不是稳定？以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你看这个大陆的这个股票市场相当的稳定，那而且中国大陆国营企业基本上就是增持中国的股票嘛，也等于就是支撑自己的股票市场、资本市场相当的稳定。那还有就是说，中国大陆不是实行西方这种把自己社会一拆为二，让自己的两派人恶斗的那种体制。中国大陆是这个社会主义的这种所谓的政经体制。那它的稳定性，还有这种抗压，还有就外部压力，还有就是怎么样抵御变局的时候它不会自己内部先乱，对，不会一派人先打另外一派人。所以整个来讲的话，你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大陆大概经过一个盘算的话，就是很清楚的要跟美国来讲让美国不能够再继续嚣张去了。而且我觉得中国大陆跟美国在这个时候等于说先暂停一下，结一下账，然后呢跟美国关系重新厘清可能会发现对中国的长远发展是绝对是利大于弊的。对，因为除了货品贸易有害服务贸易，还有中国大陆这种资本从大中小型资本向美国的这样不断的流入，还有人才的这种被美国这种被美国这种吸走我觉得这些不是只是几千亿美金就可以算得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大陆也想跟美国好先结一下账，然后呢打一下，看谁看谁比谁强。这就像昨天白皮书里面讲到，就是说你应该跟我的这个交流方式或者是往来的方式参考白皮书那如果你这个好话不听的话，那不好意思，就是这个硬的就来了。我们来问一下这个邱毅老师，中国大陆8年磨一剑，在上一次第一波的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中国大陆措手不及，而且对川普不是那么了解。所以当时刘鹤在面对莱特希泽的时候，那么占据了下风，吃了一些亏。经过了7、8年的时间，就像是刚才介文吉兄说的一样，中国大陆在这7、8年里面，他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他预料有一天一定会再发生更激烈的中美贸易战。他做了什么呢？第一个，它的对美国出口的依赖降低到14.7%，整个的出口市场高度的分散，它已经是现在世界上150几个国家非常重要的贸易的伙伴。第二个，它的产业的结构开始进入了多元化，也就是说，它除了内需跟出口、外向型跟内向型，它已经有了一个多元化的一个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的政策工具都准备好了。中国大陆跟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中国大陆的居民储蓄率高到43%，对，美国只有大概4点多。所以当中国大陆政府需要钱来做财政支出，来做扩大财政政策的时候，他只要举内债就可以。美国不是啊，美国因为储蓄率很低啊，他必须举外债。但一举外债，那现在各国都在抛售美债，所以美国就没有办法筹集到他想要有的资金来作为他财政政策的一个底气。那另外的，中国大陆的量化宽松的环境也比美国要好啊。美联储联准会刚刚鲍威尔就讲了，现在没有降息的空间。他已经直接拒绝了川普的要求了。再者，中国大陆对股市护盘的国家队也准备得非常的好啊。那么，甚至还有人也问过我，这国家队要怎么去护盘的一些细节性、技术性的问题。所以，他8年磨一剑，他早就做好了准备。也因为做好了准备，所以当这一次川普挑起了中美贸易战的时候，他有决心，他也有底气。他也有硬气，他也有筹码，所以现在中国大陆的致命的武器还没有拿出来啊。他致命武器至少3个，第一个就是刚才介兄讲到的，他有服务贸易的部分。单单去年，美国在服务贸易的部分，在中国市场里面获利有多大啊？它的顺差它是顺差，服务贸易顺差，商品贸易是逆差。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
它的顺差额高达2290亿美元呐！你在运动产业、娱乐产业、影视、旅游、教育、医疗、法律等各方面给美国加税，你美国受得了吗？这第一个武器。第二个武器就是中国大陆所拥有的稀土资源，其中有19类，美国完全依靠中国，有26类，美国是高度的依赖中国。如果这一部分的稀土40-50类的稀土，大陆都限制出口，不让你到美国去，美国的生医产业怎么发展？科技产业怎么发展？武器要换装，它的军工产业怎么发展？这第二个致命武器。第三个致命武器，其实在1年多以前，大陆已经开始在抛美债了。所以这一次很奇怪的，股市跌，债市也跌。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面对了在债市里面筹不到美债啊，而且世界各国现在也在跟着大陆做，日本还有欧洲现在都在卖美债啊，而且要求说存在美国的黄金要运回本国啊，这对美国也是个棘手的难题。所以面对了大陆的致命武器还没有出笼的情况之下，川普心里当然知道急了，所以才会一日数变啊，政策变化了这么多，就是因为他慌了，他急了。如果你了解川普的交易的性格，你就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我现在手上有一张图给大家看一下，因为大家在讲说川普希望等到习近平的电话，然后现在目前在网络上面流传一张这个 AI 生成的图后面就是川普，然后前面这个是跟习近平的热线但是迟迟等不到，他已经气到把这个电话已经砸到都已经这个皲裂了哟，所以这是不是也反映出来刚刚这个中国大陆讲的一番话，就是这种希望各国认输的野蛮人不要指望等到中国的电话。我们来问一下将军。那个川普对世界各国这个加码关税，然后又堆叠上来，又彼此的，大家一定会相对的报复。就算跟他关系很好的，包括澳大利亚、包含加拿大，都会对美国实施关税报复。那现在这个川普以这个加关税他破坏经济学上的比较利益法则，大家都有便宜的东西卖给对方，也买对方另外一种便宜的东西。大家双方双赢，双双获利，这个是经济学上普遍的法则嘛？那哪有是加关税，然后加到100多？那我认为川普的个性呢是吃软怕硬，所以中国大陆给他来硬的，中国大陆不来软的，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来看的话，因为什么？因为美国有3个短板，中国大陆却有3个强板，加起来就变成6个了。那这个美国的短板，美国国债高，美国到目前为止，美国的国债已经到36.8兆美元，太高了，美国怎么去扛它的国债啊？问题出在这个地方啊。第二个，美国现在物价都在涨，因为关税涨，关税会反映到物价，物价就涨，所以大家开始存货，这么抢购。为什么？抢购之后大家囤积啊，一囤积物价更贵。那美国怎么样去收拾这些东西？小老百姓收不起，蓝领阶级、白领阶级他会受不了。美国这个状况它还会再持续下去的。只要关税战不停歇，继续打，美国物价持续上涨。再来，我们都知道世界各国开始搬黄金啊，中国大陆去卖美债，卖美债是干嘛？换黄金啊，黄金都搬走，美国黄金就减少了，是这个样。大家存的这个库储在美国也搬走，你看看美国的黄金是不是马上就这个量就减低了？所以我们看那中国大陆在哪？中国大陆储蓄率高嘛，44%，赚100块存44块，民间有钱，偿付在民。第二个，中国大陆内需市场，中国大陆14亿人，大家刺激内需，来没有办法外销我们自己，大家14亿人，大家多买一些，就把它市场给摊平了。最后一个，中国大陆外汇存底，中国大陆外汇存底到目前为止3兆2024亿美元，它的钱多嘛，钱多。底气够，跟美国继续玩这个我们讲的贸易对抗、关税对抗，中国大陆有这3个底气。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